爹娘，大哥大嫂，你们再撑一会儿，我让我媳妇儿亚楠给你们找点吃的。我不能死，我必须弄清楚那些粮票和钱到底是谁偷的，我要给爹娘报仇。秦守业，你1个星期没吃东西了，竟然还没死呢。这冰天雪地的，你倒是命硬。孙亚楠，我家拿来度过灾荒年的粮票和钱，是你偷的？是啊，是你家的，那又怎样？谁让你这傻子对我一点防备都没有，自己把好东西送上门，我还能往外推吗？你，孙亚楠，我当初不顾你是个寡妇，好心娶了你，可你竟然偷了我家灾荒年的粮票和钱。这冰天雪地的，我爹娘和大哥大嫂到死都没喝上一口热粥，是你害我得全家死光。那又怎样？你们秦家留的那点粮票和钱，刚好够我和我儿子活命，凭什么要分给你们一家子？现在你还得谢谢我呢。这饥荒年的大雪天，与其饥寒交迫，不如死了省得受罪。我这辈子就是瞎了眼，被那个蛇蝎女人迷了心窍，没给爹娘尽过一天孝，没给大哥大嫂帮过一点忙。如果有来世，我一定好好挣钱，孝敬爹娘，报答大哥大嫂。我没死。1958年，我又回到了和孙亚楠结婚之前。17号，这不是我刚出车祸，没人带着孙亚楠来到家说媒这天吗？恭喜宿主绑定拒绝系统，只要拒绝别人的要求，即可获得奖励哦。什么？拒绝系统？爸妈，小兔崽子，你昨天开着厂子里的车出了车祸，汽车都开报废了，你这就站起来了？当然是本福娃帮宿主把身体修复好的，还把宿主的身体调整到了最佳状态。对了，初次见面，再送你一个新手大礼包，天赋技能太极精通。从现在起，你打太极比练了30年的老师傅还厉害。对了，别大惊小怪的，别人看不见我也听不见我，明白了不？爹娘，我真的还活着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少给我来这套！现在闯了这么大的祸，我有什么用？老二啊，你这次可把家里害惨了，你开坏了公家的车，厂里要咱家赔钱啊！娘，赔偿款你们不用操心，我自己还，不用家里的钱。小兔崽子，你弄坏了公家的车，厂里把你开除了，你连工作都没了，拿什么还钱？老秦家，快出来！我把孙亚楠给你们带来了。守夜啊，快出来！婶儿给你介绍个10里8村有名的俏女人。孙亚楠，她要身材有身材，要脸蛋有脸蛋，要不是她刚没了男人还带个儿子，怎么可能便宜了你？老二这个没出息的，向来见漂亮女人就走不动道，这回碰见孙亚楠，怕是又得犯浑。瞧你弟那德行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这漂亮寡妇，她指定是看上了。守夜，我不要彩礼，只要你给我和我娃一口饭吃，我这辈子就是你的人了。你这毒妇，上一世害得我家破人亡，这一世你还
还想让我娶你？瞧瞧守夜，看着孙亚楠的眼睛都直了，看来这事儿有门儿。守夜，你瞅瞅，亚楠这模样这身段，给你当媳妇儿咋样？只要你点个头，这事儿就成了。你个克死男人的臭寡妇，也配进我秦家的门？给老子滚！恭喜宿主拒绝成功，获得随身空间1个，可随意储存取放物品。原来随身空间就是在我脑海中开辟出一块地方储存东西啊！你个小畜生！我好心好意跟你说没，你不领情也就算了，还敢动手打人！今天你要是不给个说法，我就去执法所告你去，让你蹲大牢！秦守夜，我知道我是个寡妇，配不上你，可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啊！我往后在村里还怎么做人啊？哎呀，闺女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你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我不怨你，只求你给我和我的娃一条活路。你要是不娶我，我就只能带着孩子去要饭了。秦守夜，看你干的好事儿，还不赶紧把人扶起来！老二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人家闺女都跪下了。又来这套！上辈子你就是用这招骗了我，这辈子你就算磕死在这儿，也别妄想我会娶你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孙亚楠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少在这儿装可怜。第一，你20多岁的成年人，有手有脚，到哪儿挣不了一口饭吃，非要跪在地上求男人收留，你不是犯贱吗？第二，就你那点安杂心思，可骗不了我。再敢踏进我家院子一步，老子要你的命！难道他秦守夜真的知道了我的秘密？不可能啊！我的事除了李婶没人知道的呀。恭喜宿主成功拒绝孙亚楠，奖励现金500块。你想干什么？李婶儿，你一个媒婆，上赶着给黄花大男人说带孩子的寡妇，安的什么心？信不信我去公社告你包办婚姻，看谁蹲大牢？没错，我小叔子刚出了车祸，工作也丢了，你这时候给他送个带孩子的寡妇来，怎么着？是嫌我家还不够穷，想多舔2张吃饭的嘴？再说了，李婶儿，你不是还有个儿子李胜利呢？你要是喜欢，咋不让你儿子娶她？嘿，秦守夜，你小王八蛋，老娘不伺候了，你打一辈子光棍去吧！嘿。呸！一家子不识抬举的东西！李婶儿，让胜利哥娶我吧，我俩两情相悦，你成全我们吧。你休想！我儿子是头婚，不可能娶寡妇。可我的儿子是胜利的种。哼，你别胡说，孩子是你前夫的，再打我儿子主意，我就告你，让你在村里待不下去。哼！一家人齐齐整整，这日子给个县长都不换。老二，一个人嘀咕啥？吃饭就好好吃饭，傻笑什么？老二这几天一会儿打人，一会儿发呆，一会儿傻笑，真撞坏脑子，咱再去医院，别硬扛。看什么看？纯装病，从小闯祸就装傻，这套我看腻了。上一世车祸后我游手好闲，欠款全靠爹娘大哥扛，这一世绝不能让他们操心。爹，我这儿有500，你先拿去厂里还债，剩下我再想办法。哼，500撞糊涂了，这点钱扔河里都听不见响。爹，厂里到底要赔多少钱？2万，听清楚了，2万，把我老骨头卖都赔不起。吃你的饭吧，这事你别操心了。咱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，砸锅卖铁也给你凑上。前世大哥也是这样说的，家里人虽然嘴上骂我没出息，可该替我扛的1分都没少扛。不行，这笔债是我闯的祸，不能让家里出钱。恭喜宿主拒绝成功，奖励宿主一汪灵泉，此泉水可解百毒，可治百病。太好了，这可是医疗产业极度落后的1958年，有了这宝贝灵泉，
全家人得病都不愁了。你小子今天怎么主动把事儿往自己身上揽了？该不会是憋着什么坏主意吧？嘴上说的好听有啥用？你要是真能改，你爹我就把烟给戒了。他爹，这小子今天咋了？出了个车祸，倒是把骨气给撞出来了，脑子是不是给撞傻了？要不送医院瞧瞧吧？我没傻，你听我说，我爹秦大山当年参军，那叫一个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打小鬼子，鬼子见了绕道走；打光头，光头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后来又跨过鸭绿江揍米国，那是威风八面，气吞山河呀。退伍回来又进了钢铁厂，厂里年年评劳模，奖状都贴了一面墙。我说的对不对？行了，老二，整天油嘴滑舌的，就你话多。卫国啊，你下午还是带着老二去医院查查脑子，要是撞傻了，趁早给他治病；要是没傻，老子等着他还钱。脑子倒是没啥事儿，老二，你今天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怎么感觉你跟以前不一样了？大哥，以前我让你们操碎了心，这一次我是真的改了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大哥，你看躺在担架上的那人，不是咱爹的老首长吗？哪个老首长？哥，你忘了，就是过年来咱家看望咱爹的白守荒老师长。你赶紧回家通知爹，白师长晕倒在医院抢救，让爹快点过来。好，我这就回去告诉他。站住！这里是手术室重地，闲人免进。同志，我想问一下，里面抢救的是不是白守焕首长？你是谁？干什么的？我叫秦守业，我父亲秦大山是老首长当年的老部下。原来你是老班长秦大山的儿子。白师长今早突然剧烈头痛，直接晕倒，医生确诊脑梗，现在正在急救。脑梗就算放到后世都是难治的病，何况1958年，白组长这次怕是凶多吉少。如果我能救下他，2万欠款的窟窿说不定就能补上。不对，我还有灵泉，泉水能解百毒，治百病。有这灵泉灵丹妙药，老首长有救了。可门口有卫兵守着，我怎么把泉水送进去？总不能硬闯手术室。老首长，老首长！老班长，你怎么来了？老首长怎么了？你们为什么没有保护好他？老班长，不是我们没保护好老首长，是老首长得病了。让开，让我进去！老班长，不行啊，里面正在抢救呢，医生说了，谁都不能进。爹，你冷静点，你这样冲进去，耽误了老首长治疗，那不是帮倒忙吗？我当年在战场上是老首长替我挡了一枪，没有他，我早就死了。现在他躺在里面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。爹，您坐会儿。爹，我有办法能救老首长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豆大的字不识一筐，你就吃喝玩乐在行。都让一让，我是市中心医院的脑科专家张立仁，专门从市里赶来救白守康首长的。张医生，太好了，您可是留洋归来的脑科大佬啊！听说您救过几10个脑梗病人，连首长都点名找您看病。今天您可要想办法救我们师长啊！放心，就没有我张立仁救不好的病。现在医院人手紧缺，你们几个赶紧跟我进手术室，给我帮忙。正合我意，老首长，您有救了。准备注射肾上腺素0.5毫克，静脉推射。太好了，心电图上来了，活了，师长活过来了，神医啊！不愧是市里来的脑科专家。等病人彻底清醒了，再高兴也不迟。张医生，
不对劲啊！老首长的脸色在发黑。你懂什么？这是药物起效的正常反应。你敢质疑我？咱俩到底谁是脑科专家？守夜，别胡说八道。老首长好不容易缓过来了，你别添乱。不好了，病人快不行了，心跳都要停了！这不可能啊！怎么会这样？不能再等了，再拖下去，老首长就真没了。死马当活马医吧，这灵药必须得用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给首长喂的什么东西？谁让你给病人喂药的？出了事你要负全责！你这是谋杀！我要报警抓你！秦大山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，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孽障？老首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先崩了你，再以死谢罪！我操，爹来真的！系统你说好的包治百病，可不能坑我。等等，首长醒了。太好了，又有心跳了，各项数据开始趋于平稳。小同志，你这是什么药？这也太神奇了！刚才是我冲动了，我给你道歉。没事没事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老首长没事就好。这还是我家那个只知道吃喝玩乐、闯了祸就往家里躲的混账老二吗？那个小同志，刚才是我老眼糊涂，没想到你竟然也精通医术。不知道你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啊？能不能让我看看？你还有脸问我是什么药？咱俩到底谁是专家？老首长差点就被你治死了！你这个庸医还敢问东问西，还不赶紧给我滚！老二，你在这儿守着，我得去给老首长买点补品去。坏了，来得匆忙，忘了带钱了。上次拒绝了孙雅妮，系统奖励了现金500块，先给爹100块去买东西好了。爹，给我这有钱。上次还没问你，你这钱到底从哪来的？偷鸡摸狗还是坑蒙拐骗？你可别给我学坏了。爹，你想哪儿去了？这都是这些年你们给我的钱，我攒出来的。你快去给老首长买补品吧，别耽误了。我家老二长大了，以前都是坑老子钱，现在终于见到回头钱了。这次救下了老首长，不知道他会怎么感谢我，说不定那2万的欠款都能帮我还上。小同志，跟我进来一趟，师长想见你。小秦，你刚才给我喝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活了60多年，没见过这么灵的药，浑身上下像被热水冲了一遍，通体舒坦。老首长，那不是药，是符水。我在后山道观里遇到一个老道士，他给了我1葫芦符水，说是开过光，能治百病。这回听说您病了，就带来了。这符水这么好，要是能推广出去，不知道能救多少人的命啊！回头我得去山上找找那个老道去。那老道士去年就死了，您就找去吧，一找一个不吱声。对了，守夜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我可得好好谢谢你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太好了，我的2万块钱有着落了。老首长，你没事了？守夜这药还真管用啊！坏了，我爹怎么来了？要是被他知道我找老首长要2万块，爹不得一脚踹死我！谢谢首长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您平平安安的，我就放心了。这个淘气孩子真的长大了，以前的他哪能说出这种话来？恭喜宿主拒绝成功，奖励天赋技能垂钓专镜，鱼具强度增加100%，中鱼几率提升100%，鱼的珍稀度和重量都提升20%。老秦，你有个好儿子啊！老首长，这小子以前没少让我操心，不过今天他总算给我长了一回脸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回家给你娘说一声，让她别担心老首长了。2万块钱欠款，我要什么时候才能挣出来呀？你这鱼哪儿买的？这么大，我活了40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鲫鱼。这年头，河里遍地都是鱼，我有了垂钓专精技能，不就是方圆百里的最强钓鱼佬吗？我可以钓鱼挣钱啊！妈，老首长已经没事了，
爸让你别担心了。那就好，这是妈刚熬好的鸡汤，你赶紧给老首长送过去，补补身子。哎，我这就去。2万块钱的窟窿，光靠嘴皮子可填不上。钓鱼挣钱，这法子倒是不错，可钓鱼得有鱼竿啊。隔壁刘大妈家的竹子做鱼竿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干脆偷偷砍一根得了。秦守业，你这个臭流氓，要偷看老娘洗澡！坏了，忘了这是邻居俏寡妇张如种的竹子了。这女人怎么大白天的洗澡？张大大嫂，你别误会，我没想偷看你洗澡，我是想要你家的竹子做鱼竿。这竹子我就算是当柴火烧了也不给你！你个臭流氓，上个月偷看我睡觉，这个月又偷看我洗澡，你是盯上我了是吧？我真没有，我发誓，我就是想要竹子，我买还不行吗？那谁也不卖你！再偷看老娘身子，我去公社告你去！赶紧给我滚！谁说不卖？这个家啥时候轮到你做主了？吵什么吵？大白天的不嫌丢人。秦老二，你刚才说一根竹子1毛钱，娘，这个臭流氓又爬墙头偷看我洗澡！我没有，我就是想要一根竹子做鱼竿。卖你可以，不过我这竹子是好货，最少1块钱一根，少1分都不卖。刘大妈，你可真敢开口，1块钱都够我1天的工分了，你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？要不这样，我先给你1毛钱，等我钓完鱼回来，送您2条大鱼，您看行不？不行，谁知道你能不能钓来鱼？别到时候鱼没钓着，把我的竹子也糟蹋了。就1块钱，一手钱一手货，没得商量。这年头县里也没有卖鱼竿的，10里8乡就他家有好竹子。这老太太算盘打得真精。给1块钱，把竹子给我砍一根，我要最粗最好的。拿去吧，下回再做鱼竿还来刘大妈这儿买。臭流氓！1块钱一根竹子，这老太太心真黑，回头非得钓条大鱼让她看看，馋死她！秦老二，给我站住！我娘好心好意给你说媒，把孙雅檀介绍给你当媳妇儿，你还敢羞辱我娘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她下不来台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就是李婶在咱村说媒这么多年，头一回被人这么骂。秦守业，你也太不识抬举了！今天必须给你个教训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李胜利，你少他娘的装蒜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你娘打的啥算盘。孙亚楠要是真这么好，你咋不要？我还没结婚，怎么可能娶一个寡妇？老子也没结婚，怎么就活该娶寡妇？你他娘的是不是觉得我秦守业好欺负？这家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甭扯些没用的！你他娘的欺负我妈，要么跪下，老子拍你3板砖；要么让哥几个给你放放血，你自己选。要是放在前世，说不定我还会怕你们。可老子如今可是太极精通的武林高手，正好检验下系统效果。老子2个都不选。今天我不打你个满脸桃花开，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。恭喜宿主拒绝成功，奖励宿主烧鸡10只，现金500块，都给你放随身空间了哈。烧鸡，这玩意儿在1958年可是好东西啊！兄弟们，上，给我干死他！这太极精通果然厉害啊！别打了，我跪还不行吗？打人都不会，还学人当黑社会，废物！妈的，此仇不报，我李忠义誓不为人！秦守业，你给我等着！竹子先放进空间里，
烧鸡一冻给老首长补补身子吧，这玩意儿在58年可是个稀罕物。白大爷，这鸡汤是我娘给您炖的，您趁热喝。这烧鸡是我给您买的，您尝尝，补补身子。烧鸡，这玩意儿金贵着呢，你哪来的钱？烧鸡，好小子，让你破费了。不破费，不破费，您吃好喝好就行。等会儿我还去钓鱼去，钓来大鱼给您炖鱼汤喝。你也喜欢钓鱼？哎呀，这可巧了，墙角那根鱼竿是我之前买的，你要不嫌弃就拿去用吧。不用了，白大爷，我鱼竿早就备好了。恭喜宿主拒绝成功，赠送钓鱼大礼包1枚，鱼漂、鱼线、鱼钩、饵油、马灯、水桶，全套顶级装备一应俱全。真是想什么来什么，这些渔具买下来得花不少钱呢。白大爷，您先歇着，爹，我去钓鱼挣钱了啊！这臭小子，整天没个正形。刚才还觉得他长大了，转眼就想着去钓鱼。我看你儿子就不错，有孝心，有眼色，还会来事儿。兴许还真能钓个大鱼回来呢。他能钓个大鱼，老手感您可别抬举他了。这臭小子只要不给我惹事儿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我可是垂钓专精，10分钟一条鱼没问题吧？好家伙，这什么玩意儿，劲儿这么大！我去，垂钓专精这么猛吗？我才刚坐下第一竿就上钩了，还是个老鳖。小伙子，你别动，这老鳖卖给我怎么样？我拿好东西给你换。你有什么好东西跟我换？我这儿有张自行车票，换你这只老鳖，行吗？自行车票，这玩意儿可不好弄啊！一个公社1年也分不到几张，有钱都买不着。不行，我这只老鳖至少60斤，您还得再给我加5斤粮票。哈哈哈，小同志会算账。不过我这儿来的匆忙，兜里没带那么多粮票。不过我兜里有5张甲级烟票，中华牌的，你要不要？中华烟，那都是给大领导特供的。这老头有点来头啊，就要这烟票，回头买给老爹抽去。他一辈子没抽过好烟，这回让他开荤。行，成交。小同志，你这一看就不会钓鱼，钓鱼得用专用鱼竿，你这竹子怎么行？老爷子，您也会钓鱼啊？老朽钓鱼数10载，从松花江钓到珠江，什么鱼没见过？我看啊，你小子技术不行。那个老毕应该是走了狗屎运，碰巧钓上来的。哼，这甩竿手法也不对，小子，你好好学着点吧，老夫。我操！这么大的金鲤鱼，小子，你怎么钓的？我操！这么大的金鲤鱼，小子，你怎么钓的？小伙子，你钓鱼技术这么高啊！老夫闯荡钓鱼界这么久，还没见过像你这么猛的钓鱼高手。不对，现在是1958年，还不允许私人买卖。我要是一口气卖这么多鱼，那就成投机倒把了。被抓到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小伙子，你是不是发愁这鱼怎么换成钱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可以去供销社卖鱼，那里价格虽然不太高，但是相对安全，没人找你麻烦。谢谢老爷子指点，我先走了啊。100多斤重的鱼一手拎起来，小伙子不简单啊！留几条大的养在灵泉里给家里吃，剩下的都卖了换钱。哟，这么多鱼，哪儿弄的？钓的，您给过过秤，我全卖了。鱼不分大小品种，全部1斤1毛5。你这鱼是110斤，一共是16块5毛钱。只有16块5，
我这可足足有110斤的鱼啊！16.5块还不够，你钓一天鱼顶我1个月工资了，知足吧你？一天只能赚16.5块，2万块的窟窿得还到啥时候去？不行，我得再想想办法才行。一天没吃饭了，拿个烧鸡垫垫肚子吧。秦老二，你干啥坏事呢？秦老二，你干啥坏事呢？这不是李茂才吗？这家伙成分不好，爹妈都是地主，村里也没给他分多少地，成天饿着肚子，看他那样子，怕是3天没吃饭了。秦老二，你那个烧鸡，给我尝尝呗。想吃烧鸡，自己买去啊！我不白要，我拿我家的东西跟你换，我家还有好东西。他家原先是地主，尽管之前被抄过家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保不齐家里还藏着点老物件。行，领我上你家看看去。你看，这铜盆可是我祖上传下来的，少说也有上百年了，换个烧鸡不过分吧？就你一个破铜盆，还想换我烧鸡？别做梦了，你这破烂！恭喜宿主发现含有升级能量的物品，请问是否吸收能量升级系统？你还能升级？你是说，这铜盆里还有能量，能让你升级？对啊，这古董里蕴含的能量可以让我升级，我等级越高，给你的奖励也就越好哦。这可是1958年，遍地都是老物件，我随便一翻就是老古董，那我的拒绝系统不得升到天上去？我要发达了！哎，秦老二，你不会出了个车祸真把脑子撞傻了吧？对着我家的盆傻笑啥呢？这铜盆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？要，我要，烧鸡给你，这铜盆可是我的了，一手交盆，一手交鸡，咱俩两清了。以后有烧鸡还想着我啊！铜盆先收起来，等晚上让福娃自己升级。这烧鸡和鱼，得让家里人好好尝尝。娘，大哥大嫂，我钓鱼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，吼什么吼？爹，你从医院回来了，快看我钓的鱼！臭小子，不学好，我打死你！爹，你干啥呀？我钓鱼回来你还打我？钓鱼？你糊弄鬼呢？这河里能钓上来这么多鱼？快说，你到底干了啥坏事？他爹，你咋又打孩子？他出了车祸，身体刚好，经得住你打。他偷人家的鱼不该打吗？这么多的鱼能是他钓的？你瞅瞅，这桶里少说也有30-40斤，咱村谁钓鱼能钓这么多？这么多鱼，老二，你该不会是去人家鱼塘里偷的吧？老二，你跟哥说实话，这鱼到底哪儿来的？你可别干傻事儿。这些鱼真是我从村里的筒子河里钓来的，我钓了100多斤呢。我把鱼卖给供销社，挣了16块钱，我还跟人换了个自行车票呢，真是我钓的。不信你们看，你们看，这鱼嘴上还有伤呢，就是鱼钩挂的。这鱼还真是你钓的，你还有这本事？你以前连鱼竿都没摸过。爹，我在筒子河忙活了1天了，不是我钓的还能是谁？你要是不信，明天跟我一起去钓鱼去。这臭小子以前就知道惹祸，最近还真给家里办了不少好事儿。自行车票，老二，你跟谁换来的？这好玩意儿，咱公社1年也发不了几张啊！太好了，咱家就1辆自行车，平时都是他爹骑着上下班。魏国，你跟大牙平日里上班都是走路，脚上全是茧子。这回啊，总算能给你俩买自行车了。老大，这票你拿着，明天去供销社看看，有自行车就提1辆回来。不行，这自行车票咱家不能留。为啥呀？老二，你是不是看不上你哥跟你嫂子？大不了这自行车票我们花钱买你的还不行吗？大嫂，你误会我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哪能看不上你跟我哥呀？你还能是啥意思？你出车祸台上台下都是你大哥背的，
我打死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小畜生！爹，你听我说完，咱家欠了厂子2万块，一转头就买自行车，厂里会咋想？那又咋了？咱过自己的日子，让别人说去呗。老二，你想要多少钱？我给你。这自行车票我买了。大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听说厂长的儿子要结婚了，女方彩礼啥都不要，就要一辆自行车。厂长正到处托人找自行车票呢。咱们要是把这票送过去，厂长肯定记咱的情，说不定那2万块钱的赔偿还能再减免点儿。老二说的没错，厂长还说了，谁要是能给他搞到自行车票，他就把自己的老自行车送出去。老二，你这法子妙啊，既送了人情，又白得一辆自行车，我咋就没想到呢？老二长大了，以前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，现在知道为家里着想了。行嘞，就这么定了。他娘做饭去，今天啊炖鱼吃烧鸡，好好庆祝庆祝。我现在就把自行车票送给厂长去。老二，刚才大哥和大嫂错怪你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哥，你说啥呢？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老二，去把这鱼给隔壁的刘大妈送去。不去，这鱼给谁也不能给她。为啥？刘大妈是咱家邻居，给她家送碗鱼咋了？哼，大嫂，你不知道，那老太太心黑得很，一根竹子要我1块钱，这鱼给她，我不服。恭喜宿主拒绝成功，奖励现金200块。你拿了人竹子就得给人家钱。再说了，他家也不容易，不是？你能帮衬就帮衬着点儿。算了算了，我去送，省得你叨叨个没完。你这人咋回事？刚拒绝完又反悔，奖励还要不要啦？这秦家是在炖鱼呢，闻着可真香啊！难不成那秦守业真钓到鱼了？哼，也不知道给我送一条来。邻里邻居的，白住这么多年。妈，你找人家要1块钱一根竹子，那秦老二肯定记着仇呢。换我也不送。我娘让我给你们送的鱼。鉴于宿主这是第1次拒绝后反悔，奖励暂不收回，下次不许了哦。守业，谢谢你娘啊，那竹子是我要价高了，对不住啊，这钱我还退给你吧。不用了，1块钱我秦守业还给得起，您留着花吧。这秦老二以前只会偷看我洗澡，整天游手好闲的，自从出了车祸后，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现在觉得他还挺帅的。守业，你来看这是啥？来呀，都来看看，咱家的新自行车回来了。爹，这就是厂长给的那辆车，这车也挺新的。这车好，以后上班可不用走路了。他爹回来了，饭都做好了，进屋边吃边说。行了，都进屋吃饭。老二以前都是薅家里的肉吃，从来没往家拿过1分钱，今天可是头一回给家里人打牙祭。老二现在真是出息了，要不是他的好主意，咱哪能白得一辆车？老二，你多吃点，今天这顿多亏了你啊。爹错怪你了，爹给你赔个不是。爹，您别这么说，是我以前太混账了，您打我骂我都是应该的。以前爹总是看不上我，嫌我没出息，今天他总算是认可我一次了。现在也该说说你的事儿了。我的事儿？啥事儿啊？白守豁生了病，他很看好你，跟我说打算把你招进部队里当兵。这当兵一去就是5、6年，我好不容易重生一趟，想守护家里人，这兵我不能去。爹，我不去当兵。兔崽子，你说啥？有本事再说一遍！恭喜宿主拒绝成功，系统奖励毛瑟步枪一杆。毛瑟步枪，这不是98K 吗？再来个8倍镜，我直接无敌了。
你不去当兵，你还是不是你爹的种？老子当年扛枪打仗，到了你这儿就要断掉。老二，当兵有什么不好？一般人想当兵还当不上呢。你爸当年当兵回来就分了工作，多光荣啊！就是穿军装多神气啊！你看你哥当年想当兵，体检没过关，哭了好几天呢。我知道当兵好，可现在仗都打完了，当兵不如陪着家人。而且我还欠着厂子里2万块钱呢。那2万块钱家里还，你只管当你的大头兵，别的事儿不用你操心。我说了，我能还上。3年之内我要还不上钱，就去华夏边境当兵守边去，行不行？这可是你说的，口说无凭。老大，去拿纸拿笔，立字据。哎，好。本人秦守业3年之内还清2万块，如果做不到，则自愿参军入伍，绝不反悔。立字为据，立据人秦守业。哼，儿媳妇，去把你的印泥拿来，让老二按个手印儿。爹，印泥拿来了。恭喜宿主发现含有升级能量的物品，请问是否吸收？啥玩意儿？大嫂，这印泥盒竟然也是个宝。大嫂，这印泥盒哪儿来的？这是我从娘家带来的嫁妆，我妈说是从祖上传下来的，叫什么龙泉印泥。竟然是1两金子1两泥的龙泉印泥，这玩意儿比李茂才的铜盆可值钱多了。大嫂，这印泥盒能不能借我1晚上？老二，你这啥癖好啊？这东西可是你嫂子的宝贝，你拿它干啥？咋说话呢？老二给咱弄了辆自行车，你连个印泥盒都舍不得。拿去用吧，别弄丢了就行。哎，爹，我先回屋了啊。等下，守夜，你跟我出来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守夜，你老实跟爹说，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爹？爹怎么突然问这个？难道他发现我重生了？爹，我能有啥事儿瞒您啊？你这钱都是正道上赚的，爹也不是要刨根问底，爹是怕你走了邪路，咱可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儿。爹您放心，我没干坏事儿，我做的事儿都对得起良心。行，爹信你。我家老二长大了啊！还有个事儿忘了问，你为什么那么恨孙亚楠啊？爹，她老公刚死就相亲，这孙亚楠绝对有问题。再说了，那孙亚楠真要这么好，李胜利都没结婚呢，能轮到我吗？你说的对，以后你离孙亚楠远点，别沾上姓。哎，我知道了，爹您早点睡吧。这小富娃吸收能量后对物品有什么影响啊？大嫂的印泥盒可不能随便试，弄坏了没法交代。我还是先拿李茂才的铜盆试试再说。系统，出来吸收能量了！来啦，本系统吸收能量来啦！多谢宿主，100点能量吸收完成。目前系统等级为1级，1000点能量才可以升级到下一级哦。啥？这么大的铜盆，就只有100点能量？你吃了回扣了吧？你别胡说，本系统才不会吃你的回扣。年代越久的物品，可吸收的能量才会越多。你这个铜盆100点已经不少啦。奇怪，这铜盆好像跟原来一模一样啊。那当然啦，我只是吸收物品中蕴含的能量，又不是破坏物品。放心大胆的给我吸就是了。那就好，你接着吸收这个印泥盒，快！好嘞。
多谢宿主，能量吸收完成，获取能量1000点，系统升级中。我操！你一个系统这么好看？好看吧？本系统可是百变女神，1级的时候是小萝莉，2级就是美少女喽。怎么样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以后你就叫我茯苓吧。茯苓，再升1级，恐怕你就该变成大美女了吧？好了，吸收也吸收完了，明天把印泥盒还给大嫂，然后去筒子河钓鱼，2万块还差得远呢，明天得多钓点鱼才行。睡觉是什么感觉？我还没睡过觉呢。跟一个小美女睡觉也不亏哈，就当是系统奖励了。今天要是能钓点稀罕物就好了。好家伙，这么沉！不对呀，这鱼怎么不会动？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水里怎么会有香草？恭喜宿主，发现含有升级能量的物品，请问是否吸收？吸收吸收，你先让我看看是啥。金元宝，整整20个金元宝，按现在的市价能换1万块了。我这哪是钓鱼啊，钓的分明是我的致富人生啊！哼，不对，这些没来路的东西不能去银行卖啊。有了，晚上去黑市瞧瞧去，那地方不问来路，只认货。哼，宿主，你这箱子的能量还让我吸收吗？吸，你尽管吸。多谢宿主，获得升级能量100点，目前还需2000点能量可升级至下一阶段。这箱子跟那个铜盆能量差不多。行了，箱子帮我收进空间里，我先钓鱼了。OK。这系统升级了就是好啊，钓的鱼都是珍稀品种，就连野生大黄鱼都被我钓上来了。今天收成比昨天还好。等会儿我去给嫂子和娘买雪花膏，再给爹买2瓶酒，晚上回去庆祝庆祝。同志，给我拿2瓶雪花膏。小伙子，这雪花膏6块钱一盒，可不便宜。你一下子给对象买2瓶？我还没对象呢，我给我妈和嫂子买的。小伙子真孝顺，我再给你拿个网兜装着。不用，我揣兜里就行。恭喜宿主拒绝成功，奖励猪头肉10斤，白酒2瓶。哟，孝葬老爹的东西你帮我准备齐了。茯苓，你简直比我老婆还懂我心思。什么破比喻？你现在有老婆吗你？钓了1天鱼，还没吃饭呢。先来口猪头肉垫吧垫吧。秦老二，有好东西你不想着我？又是你，李毛才，你这狗鼻子挺灵的啊！秦老二，把猪头肉给我，我拿东西给你换。你看，这个，这玉镯可是我爹当年从宫里顺出来的，换你2斤猪头肉，行不？你说宫里的就是宫里的，我咋知道你是不是拿个假货糊弄我？恭喜宿主，发现可以吸收升级能量的物品，我直接吸收了。恭喜宿主，吸收能量600点，距离下一级升级还有1400点。600点，比那个铜盆价值高多了。看来这手镯确实是个老物情，说不定真是宫里出来的。行，我给你换，谢谢秦老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老二，这一桌子好吃的，全是你买回来的？没错，爹，尝尝这好酒，我专门给您买的。你这败家子儿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咱家昨天不是刚吃过鱼？老头子，你管管他呀！老二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的？哎，你今天不说清楚，老子一棍子打死你！爹，您别打，这钱真是我卖鱼挣的。好好说，上回师长让你去当兵，你死活不去。
还天天往河边跑，钓那几条破鱼，我打死你这个不长进的东西！老二，爹说的对，钓鱼那是靠天吃饭，今天鱼多，明天鱼少，说不准的。去当兵多好啊，有固定工资，努力点还能提干，你咋就想不通呢？就是啊，守夜，你大哥想去还去不成呢。你这机会多少人盼都盼不来，别犯拧了。守夜，你听娘一句劝，当兵去吧。家里的事儿有你爹和你哥，你不用操心。爹娘，大哥大嫂，我钓鱼不是瞎钓，有门道的。而且我不光是钓鱼，我还能从河里捞着别的东西。哼，河里除了鱼就是水草，还能给你小子啥好东西？爹，您还说对了，我还真捞到好东西了。要是拿到黑市上，能值大钱。啥？老二，你疯了！黑市那地方去了可是要蹲大牢的，你可别把咱全家的脸都丢尽喽！守夜，你大哥说的对，你要是缺钱，嫂子那儿有，你拿去花。你个不知死活的小畜生，老子今天非打断你的腿不可！爹，这是你亲儿子，你要打死他呀！那他给老子说清楚，到底捞着啥了，非要去黑市。现在不能说金元宝的事儿，爹那脾气，知道了非得让我上交不可。爹，您听我说，我不是去干坏事儿，我在供销社卖鱼，1斤才1毛5，亏得慌，我就想着去黑市上卖点好价钱，赚了钱好还债。你小子不早说，记着把口罩帽子都裹严实了，要是被人抓住，别说你是我秦大山的儿子。爹，你放心，这年头私人买卖犯法，我心里有数。有数个屁！天黑之前给我滚回来，不许跟人起冲突。得嘞。你小子新来的吧？整个黑市你打听打听，谁不知道我王老五的鱼是最好的？谁买鱼会找你啊？王老五，你这儿有野生大黄鱼吗？老板，您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咱这小池子哪来的那玩意儿？要不您看看这鲤鱼，个大体肥，炖汤那是一绝。不行，今天我非得要这野生大黄鱼不可。老主顾点名要的，就爱这一口。唉，没想到黑市上也没有，这下完了。老板，我这儿有啊。你这儿有野生大黄鱼？别逗你王哥笑了，这方圆百里哪来的野生大黄鱼？河里能钓上鲤鱼就烧高香了，还大黄鱼？做梦呢！真的是野生大黄鱼，看这尺寸，至少有5斤重。这品相，我在国营食堂干了20年也没收过几条。小伙子，你这本事可不小啊！老板，您别被他骗了，这鱼根本就不是野生的。分明就是圈养催熟长出来的，这鱼吃了肯定会中毒的。你是觉得我不懂行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这行干了20年，是不是野生大黄鱼，我还是看得出来的。而且不光是大黄鱼，这水桶里的鱼，个个都是珍稀品种。小伙子，你这鱼我全要了，市场价1斤5毛钱，你这一共是58斤，一共是34块钱，你点点。谢谢老板。这人果然懂行，用手一掂就知道斤两，而且价格比供销社翻了快5倍，真是好买卖啊！黑市上不安全，以后你有鱼直接送到国营食堂的后门，我每天晚上10点在后门等你。哎，谢谢老板，记住了，一定准时送到。抢了老子的生意，你还想走？给我站住！小子，你活腻歪了吧？在黑市上还没人敢撬我王老五的生意，把你卖鱼的钱交出来，要不然老子打死你！这小伙子要倒霉了，王老五这人心狠手辣，原来黑市上有好几个卖鱼的，全被他打跑了。可不是嘛，上回有个卖螃蟹的，被王老五给揍得鼻青脸肿的，再也不敢来了。你做梦呢！要我交钱，我就不交。我正常做生意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这黑市是你家开的。恭喜宿主拒绝成功，奖励宿主枪法100%命中。从今往后，宿主精通任何枪械，并且弹无虚发哦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本来不想动手的，可你非要找不痛快，那就别怪我了。
你大爷的！老子弄死你！打人都没力气，还学人当黑社会。这人怎么这么厉害？1打3还被反杀，会不会玩啊？他一个卖鱼的，怎么比电影里的高手还厉害？服不服？服了！以后您在黑市上就是我亲爷。哼，江老板明天晚上还要鱼，我得接着钓鱼去了。哎，这不是王八大爷吗？站住！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跟踪首长？别，我没跟踪，我就是来钓鱼的。小魏，别紧张，这是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钓鱼的小伙子，过来坐吧。首长，钓个鱼还配警卫员，还带枪，这老头不简单啊！来，坐我旁边，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还能不能钓上那么多鱼来。不好，有蛇！首长小心！你小子枪法神了嘿，3枪全中蛇头，还是移动靶。你是军人吗？你这枪哪来的？我不是军人，我爹叫秦大山，是退伍军人。这枪是我爹的，我从小跟着他学打枪。原来是大山的儿子，怪不得枪法这么好。小伙子，我叫张维新，愿不愿意跟着我干，去部队当兵？1年我保你皮干。只要你肯来，1年之内我让你当排长，2年直接当上连长。又是去当兵，还提干？小兄弟，你还愣着干啥？首长亲自开口，这是看得起你，赶紧答应啊！我不去。恭喜宿主拒绝成功，奖励宿主百毒不侵体质。从今往后，任何病毒或者毒药都对你无效。百毒不侵，太好了，那我岂不是可以无病无灾活到死了？行吧，人各有志。不过你什么时候想通了，随时来找我。哎，谢谢老张，那我可就开钓了啊！我钓了这么多年鱼，还没见过你这么厉害的。你这哪是钓鱼，简直是从河里往外捡鱼。运气，那我先走了啊，老张。这个水桶最起码150、60斤，拎着走路健步如飞。这家伙真厉害啊！我年轻时候也做不到。不当兵真可惜了，这体格子，这枪法，搁部队里绝对是尖子。大山的儿子，虎父无犬子啊！先把鱼放到空间的灵泉里养着，等天黑了，就去国营食堂后门找老板，把鱼卖了换钱。小叶啊，来婶儿这儿，婶儿有事儿找你。李婶子，你还有脸叫我？上次在我家院子里骂得不够痛快，还想再来一回？等一会儿你小子就知道了。等生米做成熟饭，我看你还怎么给我狂！守夜啊，大娘听说上次你跟胜利因为我还起了冲突，是大娘的不是，大娘对不住你。这不，大娘打算请你吃个饭，给你赔礼道歉呢。这老女人一看就不怀好意，反正离晚上去卖鱼还早，我倒要看看她到底打的什么算盘。行吧，那我就给你这个面子。哎，走，菜都备好了。李婶子，还弄了酒，这么丰盛啊？你这下了血本啊？赔礼道歉嘛，得有点诚意。守夜，来，先喝一杯，大娘敬你。宿主，这桌菜里下了药。啥？多大仇啊？李婶子要杀我？不至于吧？放心，死不了人。这药啊，顶多让你某个部位变得很臃肿，不过你已经是百毒不侵，无所谓啦。春药啊，反正我百毒不侵，就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李婶子，这酒不错啊。孙亚楠，快出来，扶守夜进屋吧。这药效起得快，你抓紧把他送你屋里。
等生米煮成熟饭，这秦守业想不娶你都不行。谢谢李婶儿。你没吃春药？不可能啊！我明明在酒里下了2个人的量，你刚刚喝了酒啊！就那点东西，也想放倒我？姓厉的，你也太小看我秦守业了！快来人啊！这李媒婆撮合不成，给我大小伙子下春药，逼我娶寡妇！大家快来评评理啊！李媒婆这事儿干的可不地道啊！人家好好的大小伙子，非让人娶寡妇，就是下药这种事儿也干得出来，伤风败俗啊！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再敢惹我，老子直接把你抓到执法所去！来嘛！你干啥？别碰我！哎呦，这药劲上来了，快跑！李婶儿，不要啊！爹，我回来了，跟你说个事儿。今天我又碰到上次买王八的那个老大爷了，他跟我说他叫张维新。你说谁？就是那王八老大爷啊，姓张，叫张维新，咋的了？张维新也是你叫的？那是部队里的副军长，你爹我的老兄长。这兔崽子，说话给我放尊重点。副军长？爹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百大爷跟我都是张维新的手下，打米国那会儿，他就是副军长了。要不是因为他呀，你爹我连退伍回家的资格都没有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那大爷还随身带着警卫员。对了，我爹咋就突然从部队退下来了？他肯定有事瞒着我。守夜回来了，快洗洗手吃饭。对了，你姥姥和姥爷刚才还来信问你呢，说你出车祸了，没什么事儿吧？我没事儿，早好了。对了妈，我也想姥姥姥爷了，要不我带几条鱼过去，明天就去看看他俩吧。以前让你去你都不去，这回还知道主动去看你姥爷了。咱儿子懂事儿了。拿着，别空着手去，路上记得给你姥姥姥爷买点好东西。不用，我这有钱，我自己就能准备东西。这钱啊，您留着自个儿花吧。恭喜宿主拒绝成功，奖励宿主猎人技能精通。恭喜宿主打猎、追踪、设陷阱、剥皮割肉，样样精通。以后上山打猎，你就是全场最靓的仔。钓鱼加打猎，2条挣钱的路子。看来那2万块欠款用不着等3年了。当家的，这还是咱儿子吗？之前让他去姥姥家买点东西，总想着捏下了点钱，可现在给钱都不要了。我都说了，咱儿子啊长大懂事了。来，吃饭。我记得老爷家附近有山还有水库，肯定能钓到比筒子河里还大的鱼，而且还能进山打猎呢。妈，等我去了老爷家，钓几条大鱼回来给你们瞧瞧。别愣着了，多吃点。哎，谢谢娘。被灵泉水浸泡了1天，这鱼个个都长到10几斤，2桶鱼加起来都快300斤了。小伙子，你来啦！我也是刚到。我操，这么大的鱼！小伙子，你是怎么弄到的？老板，咱个人有个人的渠道不是？这鱼您要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品质这么好的鱼，我当然买了。来，把鱼都抬回去。这鱼我拎了拎，一共是290斤，我算你300斤，1斤5毛，就是150块，再加上2个水桶，一共给你160块。拿着，你点点。不用点了，多谢老板。大兄弟，我看你路子挺野啊，我想拜托你个事儿。啥事儿？我听说这山上有不少好东西，你能不能给咱整只豹子回来？活的可不敢，死的就成。你说啥？豹子？豹子？你搞它干什么？大兄弟，我跟你说，这豹子浑身是宝，豹皮、豹骨、豹鞭、豹肉都是稀罕物。一只豹子连皮带骨带肉，少说也能值8000块。你要是能弄来，我按最高市价收，再给你加2成辛苦费。
刚好我要去老爷那儿，又学会了猎人精通，顺手给老板弄一只来，8000块能还1半钱了。行，这活我接了。好，大兄弟爽快，你弄到了，随时来国营食堂找我。我叫江东，是国营食堂的经办主任。竟然是江东，前世他因为业绩突出，一直做到了市里的副书记，这座靠山我可得好好傍上。哎，江主任，我记住了。干什么呢？鬼鬼祟祟的，大半夜出来是不是来偷东西的？不是，我不是来偷东西的，我就是路过。你兜里鼓鼓囊囊的，装的什么？拿出来看看。不好，兜里的钱要是被他们发现了，我私人买卖的事儿可就露馅了。这年头投机倒把，搞不好要蹲大狱的。没啥东西，就几个窝头，留着路上吃的。我是好人，真的是好人。少废话，拿出来看看，不然我们可就动手搜了。哟，这不是钓鱼的小兄弟吗？这不是新上任的省委书记张维熙吗？他怎么来了？以前的副军长，现在都是省委书记了。乖，我上辈子修了什么福，竟碰见大人物了？张书记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们正在盘查可疑人员，请您指示。这小兄弟我认识，不是什么可疑人员，你们回去吧。是。老张，不是张书记，多谢您了，要不是您，今天就麻烦了。小事一桩。不过小秦啊，大晚上的别瞎转悠，赶紧回去吧。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是，我这就回去。当年我混蛋，连他俩的葬礼都没参加。重活一世，这第一次见面，礼物可得备齐了。哇，这里的空气好清新啊！空气里的能量我也可以吸收。这系统小美女越来越好看了，就算是前世的大明星也不过如此吧。如果她不是系统该多好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啊？守夜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伤好了？大外甥，你咋还拎东西了？不来我家扫荡了？以前我太混蛋，每次来姥姥家走的时候都得顺点东西走。舅舅这是被我拿怕了。舅，我这不是来看姥姥姥爷吗？当然得带点东西来。以前是我不懂事儿，您别跟我一般见识。你妈来信说你变懂事了，我一开始还不信，这下我算是真信了。走，回家。你姥姥姥爷念叨你好几天了。爹娘，守夜来看你们老两口了。前世，我为了讨好孙亚楠，连姥姥姥爷最后一面都没见着。守夜，你咋来了？姥爷，姥姥，我想你们了啊！行这么大礼，我这外孙子今儿这是咋了？闹这么大动静，怕不是所图不小啊！我得防备着点儿。老婆子，赶紧把家里值钱家伙都藏起来，老母鸡拴好了，鸡蛋收柜子里，别让咱外孙子看见了。老爷，你说啥呢？我就是来看你们的，啥也不要。老爷，您看，这都是给你们的，全是好东西啊！小兔崽子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又去偷谁家东西了？你要不给我说明白，这顿揍你跑不了。老爷，别打，这都是我自个儿挣的钱买的，没偷也没抢。你挣的钱，你咋挣的？你弄坏了厂里的车，工作都丢了，你还得赔人家2万块钱呢，你拿啥挣？老爷，我钓鱼啊，去黑市上卖钱，挣了好多呢。这些东西加起来也就50多块钱，不算啥。啥？50多块？你个败家子！我这1年工分也才挣100块，你一下花了我半年的工分啊！你这孩子，日子不过了，赶紧把东西都退回去。不退，我一天钓鱼就能挣100多块呢。这些东西都是孝敬你们的，我不退。恭喜宿主拒绝成功，奖励宿主大团结10张，放你空间了啊！啥？你一天就能挣我1年的钱了？你吹牛的吧？以前怎么没听说过你会钓鱼？你这老头子，外孙子来了，你就在院子里审他。快进屋，准备吃饭。老爷，明天我去钓鱼，给你们瞧瞧。咱们村里不是有个水库吗？我就在那儿钓。晚了，现在水库不能去了。为啥？守夜，村东头的水库现在是公家的，不让私自捕鱼，被逮着是要抓去劳改的。老爷，我就想钓几条大鱼，带回家给我娘补补身子。大外甥，你想钓就去钓吧，
执法队来了，你就把你姥爷搬出来。哎，舅舅这主意好。你个兔崽子！你爹我的脸是让你拿出去卖的啊！你个死老头子，外孙子来一趟你就不能让着点儿？行行行，调就调吧，逮着了就说是我刘大丁的外孙子。哎，谢谢老爷。这水库环境不错啊，比筒子河强多了，肯定能出大鱼。我操，这是鱼还是牛犊子？劲儿也忒大了。好大的鱼，这得有上百斤了吧？今天运气不错，开门红啊！再钓几条小的，带回家给老爷炖汤喝。住手！谁让你在这儿钓鱼的？几位兄弟，我也是刘家村的，我叫秦守业，我姥爷是刘大丁，你们应该认识吧？刘大丁也不行，这水库是公家的，这是偷盗国家财产。甭废话，赶紧跟我们走一趟。文哥，刘大丁咱可惹不起，逢年过节咱还得去给他磕头呢，为这点事得罪他不值当。就是啊，按辈分你还得管这个姓秦的叫表叔呢，何必呢？你要抓你自己抓吧。你们两个怂胆，窝囊废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你钓的鱼给我交出来！我教你奶奶个腿！恭喜宿主拒绝成功，奖励技能厨艺精通。我现在是特级厨师了，太好了！等会儿回去给老爷做顿好吃的，让他老人家开开眼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耳朵塞驴毛了？给你脸了是吧？老子忍你半天了。啊！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爹是谁吗？我爹是村长。我打死你个王八羔子！哎呦，哎呦！你等着，我找我爹去。我爹是村长，让他把你们全家都抓起来。哪来的爹宝男？打不过就找家长，3岁小孩啊，丢不丢人？就这还村长儿子也一样，你姥爷往那儿一站，他爹也得叫声老祖宗。哎呦，这鱼真肥！守夜你歇着，姥姥来收拾，晚上给你炖鱼汤喝。姥姥您歇着，今儿个我做饭，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。恭喜宿主拒绝成功，奖励全部现代厨房调料，酱油、醋、料酒、蚝油。都放你空间了，随便用。我的天，这刀工比咱村办大戏的师傅还利索。你小子什么时候学的这手艺？我的娘嘞！你这手法比城里饭店的大厨还带劲。守夜，你是不是偷偷拜师学艺了？这啥味儿啊？香得我脑瓜子嗡嗡的。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没闻过这么香的鱼。守夜，快盛出来，让老爷我尝尝。鲤鱼背面，
严禁做法。大爷爷、大奶奶，你们在家吗？秦守业是您二了的外孙子不？不好，这村长该不会是带着他儿子过来兴师问罪的吧？爹，就是他，他今天欺负我，还拿竹竿抽我屁股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你个不长眼的兔崽子，这是你表叔，按辈分你得跪下磕头，你还敢跟你表叔动手，反了你了！大爷爷大奶奶，我儿子不懂事儿，是我管教不严，去给你表叔磕头道歉去。别，使不得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磕什么头啊？钢蛋儿啊，小孩子打架屁大点事儿还值当磕头，快回去吧，没啥事儿。还不快谢谢你老祖宗！恭喜宿主拒绝成功，奖励宿主超级猎犬1只，已经放在你空间里啦。这狗鼻子灵得很，还会跟你说话哦。你还会说话？这不废话吗？社会你狗哥没跟您瞎胡扯。我靠！竹板这么一打，别的咱不夸，夸一夸狗哥到了你家，赶紧带我去打猎，打不着豹子我把脑袋扒。得，还是个天津狗。好，大爷爷，最近后山上可不咋太平，听人说里头又添了虎狼豹子，您可千万别让家里人上山，碰上了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哎呦！还真有豹子，这可真是想啥来啥。明天一大早我就进山，把这畜兽逮回来，给姜老叔送去。老爷，我跟您商量个事儿，我明天想进山转转。不行！老爷，我就进山转转，不朝深了走。傻外甥，你没听村长说吗？这山上啊有猛兽。这虎啊、蛇啊、豹子啥的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要敢去，我打断你的腿，听见没有？我有猎人精通，加上98K100%命中，再加上超级猎犬，这山上打猎还不跟逛自家菜园子一样？怕个屁呀！行，不去了，老爷您别生气。这还差不多。吃饭。表叔，起这么早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文儿啊，表叔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，表叔您说。我要进山猎豹子。表叔，你疯了！表叔，可不能去啊，山里太危险了。前2天我还亲眼见过老虎吃人呢。前些天咱们村的李老三让老虎咬没了一条腿。不行，我必须得去。再说了，我有家伙事儿呢，不怕。文儿啊，这包烟给你，记住了，我进山这事儿千万不能跟我姥爷说。哎，表叔您放心，我嘴严着呢，打死我也不说。表叔这是要当武松啊，可千万别出啥事儿，就当没看见。恭喜宿主拒绝成功，奖励宿主技能飞毛腿，跑得比兔子还快哦，逃命用得上。茯苓啊，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像人了，连这地方都跟真人似的。像人，说不定哪天我就真变成人了呢。茯苓这丫头越来越会撩了，再这么下去，谁受得了？这山上还真有货，连路都碰上了。老板，有点不对劲儿，这前面有血腥味儿。老板小心！我操！这畜生皮糙肉厚，打中了都没用，得打中他要害才行。老板快跑！这玩意儿是你爹！还好我有茯苓给的飞毛腿，飞毛腿启动。我的天，
这哪是飞毛腿啊，简直是筋斗云啊！老板，你这是开挂了还是怎么地？带狗哥一把啊！你不是超级猎犬吗？牛皮艇，去给我揍他！哎呦喂，老板，你这是拿狗命不值钱是吧？少废话，你到底行不行？不行就别叫狗哥，叫狗怂。这年头不露两手，真当狗哥是吃干饭的。哎呦我的老腰！老板，我光荣负伤了，剩下靠你了。可算是撂倒了。谁？茯苓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没拒绝啊。吓死我了！你要是出了事儿可怎么办？你一个系统还能怎么办？再找个宿主呗。别瞎说，我就认你一个。茯苓，我怎么感觉你越来越像人了？老板，你俩能不能注意点影响？我这条单身狗还没找着伴呢。滚一边去！这野猪可是好东西，皮能卖钱，肉能炖菜，光这一头，少说也值好几百块。老板，你卸磨杀驴啊？咱不是来找豹子的吗？那玩意儿可不好对付。可这后山这么大，怎么找豹子呢？别急，让我来。找到了，离这3公里有一头成年金钱豹，少说有200斤。好嘛好嘛，姐比狗哥鼻子还灵。姐姐您开天眼了，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？猎豹那玩意儿跑得太快，我飞毛腿未必追得上啊。老板您算问对人了，狗哥我对付豹子有个绝招，保准让那处子自己送上门。啥绝招？老板，您那空间门不是随便开吗？咱给他来个请君入瓮，我去把他引过来，您在前头找条窄道开扇空间门，那处路一头扎进去。您啪这么一关，齐活！你个狗脑子怎么这么聪明？我咋就没想到呢？我这脑子在这儿，老板你这脑子搁这儿呢吧？再装逼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送回去？别，姐姐，狗哥我错了，狗哥我闭嘴。哼，快点干活吧，赶紧猎了豹子，给江大哥送过去。得嘞。对，就这么大。老板，我去把豹子引过来，您在这儿守着，等他冲过来，您就关门。行。你小心点，别被猎豹给捉了。您放心，爷们儿我机灵着呢。嘿，大花猫，来追我呀！嘛玩意儿，跑这么慢？昨儿没睡好啊，得节制啊，兄弟。哎，别介，我鞋带开了。老板，开门迎客了。狗哥，帮忙踹一脚，走你！哈哈哈哈！你个傻豹子，让你追，这下知道谁才是猎手了吧？怎么样，老板，爷们儿这招够损吧？绝了，狗哥，你真是个天才。8000块，到手了。老板，这枪法，奥运会欠你1块金牌。走吧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秦守业，秦守业，你个兔崽子跑哪儿去了？不好，老爷他们怎么来了？秦守业，你个兔崽子跑哪儿去了？坏了，肯定是刘文这个蠢货没圆住谎，给我说漏了嘴。老爷，我回来了。小畜生，说了不让你进山，你非要进山。你要是出点事儿，我怎么跟你妈交代？表叔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你家老祖宗亲自来问我，我也不好意思给老祖宗撒谎，不是？你个没用的
的东西，让你看个人都看不住。哎呀，行了，爹，守夜这不是没事吗？您别打了。说，你上山到底干什么去了？老爷，我看见一条狗掉进山上的陷阱里了，怪可怜的，我就去把它救上来了。您瞧，这狗多乖。哎呦，这狗够乖啊，是条好狗。行吧，算你有点良心，人没事就行。对了，你妈托人送信来了，说是城里有个叫江东的人找你，让你明天务必回家。江东？姥姥姥爷，别送了，都回去吧。守夜呀，你家欠了厂子2万块，老爷拿不出那么多，只有这点儿，500块你先拿着用。500块差不多是老爷家5年的收入了，老爷自己都舍不得花，攒这点钱全给了我。老爷不用，我自己钓鱼打猎也能赚钱，您留着花。恭喜宿主拒绝成功，奖励宿主玉米1000斤。看来你妈说的没错，守夜这娃儿啊，真的懂事了，钱都不肯要了。差点忘了，前世会大旱3年，老爷家也没粮食，姥姥姥爷早就饿死了。给老爷家500斤玉米，肯定够吃了。老爷，我跟您说个事儿，从今年开始要大旱3年，您千万记得多储存粮食，别到时候断了顿。回头我弄了好东西再给你们送来。老爷，我走了啊，等会儿你们记得去厨房看看。这孩子神神叨叨的，厨房有啥好看的？我的个亲娘嘞，这得好几百斤吧？守夜这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这小子是真有出息了啊，跟变戏法似的。秦老二，你他妈挺能躲呀！老子可等你好久了。怎么，上回挨揍还没挨够，皮又痒了是吧？之前的事儿是我跟我妈做的不对，我这次来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你能不能娶了孙亚楠啊？凭什么让我娶个寡妇？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你听我跟你说，不是让你们真结婚，就是名义上的夫妻，你俩领个证，大伙过个2、3年，到时候再离，谁都不耽误谁，咋样？我不干。恭喜宿主拒绝成功，奖励宿主摩托车1辆，放你空间了。太好了，以后有这摩托车，进山下乡都方便了。这样，只要你娶了孙亚楠，我1个月给你20块，你啥都不用干，白拿钱。不娶，你1个月给我200，我也不干。恭喜宿主再次拒绝成功，奖励面粉1000斤，放你空间了。这孙子1个月工分也才20块，他把钱都给了我，自己喝西北风啊？不对，他和孙亚楠肯定有事儿。难道说孙亚楠的老公是被这对奸夫淫女害死的？秦守业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好说好商量，你倒端起架子来了。哎呦我的娘嘞！啥玩意儿？疼死我了！哎呀，不看你了啊！哼，再敢给我家守夜哥哥介绍老婆，你试试。哎，要是能娶茯苓做老婆就好了，只可惜她只是个系统，不是人啊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系统打人啊！走了，回家。守夜兄弟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守夜兄弟，那豹子你搞到了吗？上头催得紧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你要是没弄到，我这食堂主任怕是要干到头啊！哎呦我的个亲娘嘞！这是豹子，咋这么大个？看着比大象还壮硕，这得有300多斤吧？我活了半辈子，头一次见着这么大的豹子。江主任，我这儿还有头大野猪，你要不要？要，我要啊！现在粮食短缺，就缺肉，你有多少我要多少，甭管猪啊豹啊，只要是肉我全包了。我操，这简直就是野猪王啊！你瞅这2根獠牙跟匕首似的，这要是活着，一个能顶3好猎人。小兄弟，你不仅钓鱼技术一流，打猎的功夫也是世所罕见啊！
我是彻底服了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国营食堂的独家供货商，谁要敢抢你生意，我江东第一个不答应。守业兄弟，我给你按市场最高价算，豹子按1万块，野猪就算1000块，一共是11000块，你点点。好小子，你手上多少钱？大兄弟，你先跟你爹解释，我得赶紧找人去，把这2头触手拉回城里，上头催得紧，耽误不得。守业，你从哪儿打来的豹子和野猪？这畜子一个比一个大，你一个人打的，你不要命了？我的个亲娘嘞，这是1万块啊！你爹我忙活了半辈子，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啊！你小子倒好，进山转一圈，跟变戏法似的就挣回来了。爹，就是在老爷家后山上打的，您儿子厉害吧？咱家那2万块欠款我全攒齐了，别说3年，连半年都没到呢。你这才1万2，还差8000呢。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。爹，我不光打猎挣了钱，我钓鱼还钓出好东西了呢。走，咱进屋说。这是啥？爹，你看好了。爹，20个金元宝，一个卖500块，加起来就是1万块，再加上这1万2，爹，咱家的债清了还有多余。还真是金的，一个差不多5两，现在1克黄金2块多，这一个还真值500块。好小子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该不会是抢银行了吧？爹，我从筒子河里钓上来的。我一拉上来，打开一看，满箱子金元宝，运气好吧？我倒是听说过，筒子河早年有人摸到过金子，说是以前大户人家逃难时候扔的。你小子命真好。守业，爹跟你说个事儿，其实咱家没欠厂里2万块，那个数是我跟你妈商量好了，故意说高了吓唬你的。爹，你说啥？你撞坏的那辆车啊，并没有报废，只是大修了一下，花了2000块。厂长说从你妈和我的工资里扣，之所以说2万，就是想让你觉得自己惹了大祸，以后啊能懂事点。没想到你妈这招还真好用，我儿啊还真的懂事了。前世的我真是个混账玩意儿，爹娘的脸都让我丢尽了。爹，我以前不是个东西，您吓唬我是应该的，要不然我到现在还在混账呢。行了行了，大老爷们儿哭啥哭？对了爹，这金元宝咱就存着吧，到了2026年，这金子1克1000多呢。不行，还是卖了吧，这东西搁在家里，指不定哪天就是个祸害。咱不如卖了金子，多买点粮食存着，手中有粮，心里不慌。还是爹看得清啊，差点忘了，中间还有段动荡岁月呢，这金子肯定存不住。行，听爹的，咱爷俩今天晚上就去黑市上把这些金子都卖了。爹，这里就是黑市了，这黑市里有个专门收金子的地头蛇，人称黄三爷，咱找他就成。站住！什么人？鬼鬼祟祟的。大哥，我们是来找黄三爷的，有点金元宝，想请他过过眼，麻烦您通融一下。哼，跟我走吧。这地方怎么跟做贼似的？爹，本来就是做贼的买卖，走吧，跟上去。三爷，有人要卖黄货。东西呢？拿出来看看。你能收多少？你有多少我就收多少。不过丑话说前头，你们要是拿不出东西，耍着爷玩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不错不错，这黄金可是老物件，光绪年的关注元宝，成色足，分量准，正好100两，按现在1克黄金2块钱，一共是1万块，直接交易吗？怎么说？这人不愧是收金子的，一看就知道年代，一掂就知道分量，果然是行家。一手钱，一手货。宿主，那串珠子里面有升级能量，够我升到第3级了。什么？
数数吧，1万块，1分不少。你敢用迷烟？儿子，憋气！哼，老先生好眼力，还知道迷烟。之前是混江湖的，不过今天这金子你带不走了。我扛枪打仗的时候，你还在穿开裆裤呢。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也敢在你爷爷面前使？老东西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！哎呦，你他妈！谁敢动？老子一刀抹了他！都住手，别动，谁都不许动！爹，跟紧我，咱们走。滚吧！好汉，咱两清，我滚，我这就滚。去死吧！小心，爹！你们没事吧？副军长，大山，果然是你！我就说嘛，这背影，这架势，一看就是你。老首长，几十年没见了，您还是那么精神。当年若不是你退伍，现在起码也是个团级干部了。可惜了，可惜了呀！老首长，过去的事儿不提了，都是陈谷子烂芝麻，提他干啥？张大爷，我爹当年为啥退伍啊？你一直都没跟家里人说？没啥好说的，过去就过去了。爹，您当年不会是在部队里犯了啥纪律问题吧？你猜的没错。那我爹是生活作风问题？小兔崽子，找打是吧？你爹啊，当年打米国的时候，发现战俘里头混着几个小八嘎，你爹怒从心头起，就把那几个八嘎战俘给处理了。那时候部队纪律严，杀俘就是违纪，所以你爹就背了个处分，退了伍。爹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好样的，那帮处属就该杀，您做的对。还有你说老子做事从来不用别人教。对了，李胜利杀了孙亚楠的老公，这笔账还没算呢。张大爷，明天能不能让魏哥来我家村子一趟？我想让他帮我抓个坏人。好说，小魏，明天你去守夜那儿走一趟。是，首长。谢谢张大爷，谢谢魏哥。大山，还愿意跟着我干吗？到我身边来，至少比你在钢铁厂里强10倍。首长，我老了也干不动了，就在厂里混到退休，挺好。行了，老首长，我先走了。小魏，你去把大山的退休金给我涨1倍。为华夏流过血的战士，绝不能受委屈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2个畜生，大白天的也不嫌丢人。哟，秦老二，今儿个爷高兴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今天已经跟亚楠领证了，我俩现在是合法夫妻。幸亏当初没让你娶她，要不然啊，便宜都让你占了。恭喜恭喜，婊子配狗天长地久，你俩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秦守业，你他妈找死！胜利，今天是咱俩的大好日子，别见红啊，不吉利。孩子都生了，还想见红呢？你俩那点破事儿，全村谁不知道？你知道个屁！孙亚楠本来就是我的人，她的孩子也是我的，就连她那个死鬼老公都是我弄死的。怎么着？你拿我怎么办？魏哥，你都听见了吧？李胜利、孙亚楠，你们俩涉嫌流氓罪和故意杀人罪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不是我，是他逼着我干的，都是他的主意。去牢里解释吧，快走。多谢魏哥，改天请你喝酒。茯苓又能升级了，这次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呢？上回从小女孩变成美少女，这回该不会……宿主，这珠子里的能量好多啊，我能吸收吗？吸收吧，本来就是给你弄的。多谢宿主，能量吸收完成，获取能量1万点，系统升级中。好美啊，比前世的那些网红大美女还要美。这还是系统吗？从今天起，我叫扶摇了，而且以后我就可以被其他人看见了，
或者说以后扶摇也可以做人了呢。真的？那我爹我娘也能看见你了？不仅能看见，还能摸到呢。而且啊，扶摇也可以嫁给宿主哥哥了。扶摇早就想变成人了，让扶摇体验下做人的乐趣吧。这来的也太快了吧！我可以拒绝吗？你想要系统奖励吗？不过，你舍得拒绝我吗？守夜哥哥乖乖躺好，这次不可拒绝哦。爹娘、大哥大嫂，你们都过来。咋了，守夜？哎呦，我的天，这闺女也太漂亮了，跟画上下来似的。这是你老同学吗，守夜？以前也没听你提过呀。我呀，今儿宣布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我要结婚了。什么？好，进屋里头说。